为了说服红豆帮谢之遥看店，阿奶使出毕生的演技，给红豆讲着他回乡创业的经历。与其说是回乡创业，倒不如说是他当大院种的那些年。当时谢之遥身边无人可以依靠，就连父亲对他的决定也是极力反对，可他一个人愣是坚持了下来。云苗村的游客并不多，阿奶的生意也不算好，可即便如此，他照样给2个孙子攒钱。攒了多少呀？3000、300。我还给阿姨后也攒了钱。你给他攒钱干什么呀？结婚了嘛，从他上大学我就开始给他攒了好多年了。攒了多少呀？不告诉。此时红豆还不忘给阿元打电话，没想到竟然打通了。一起在火锅店打工的朋友急忙夺过电话，说出了地址。红豆听到后赶紧上网查询，然后就带着阿奶出发前往古城。我跟谢总打个电话。嘿，不用，他知道阿元在哪，他不告诉。急匆匆的阿奶领着红豆往前走，正好碰到了也要去古城的小春，顺便捎上他们一程。阿奶谎称是到古镇吃火锅，小春也没有多余心思细究。半路上还在对面遇到了正回云苗村的谢之遥。喂，谢总，我们是去找阿远。阿奶，你家阿瑶这里。意识到情况不妙的他连忙赶往火锅店。阿奶带着红豆一路气势汹汹的去了火锅店。阿元以为阿奶看到自己会喜极而泣，正当他高兴的要拥抱一下阿奶时，阿奶居然抬手朝他打去。闻讯而来的谢之遥赶紧上前劝架，结果一下被阿奶误伤。红豆看着眼前的祖孙3人，恍惚间明白了谢之遥这爱动手的毛病，估计是遗传到阿奶了。小春在古城里寻找着弟弟，终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和声音，正在摆地摊卖乳扇，心中顿时一股酸涩。虽然自己会帮忙把钱垫上，可他还是狠狠地批评弟弟一顿，告诫他不要总是看眼前，很多东西要慢慢积累。姐，对不起。干嘛呀？恶心死了！以后少让我生气，比你都强啊！好。等阿奶气消后，几人留在火锅店吃饭。谢之遥催着弟弟赶紧去上班，继而向阿奶坦白了实情。原来阿远来的第1天，他就知道他和小亮在一起，他把小亮拉到一边，交代他好好照顾阿远。小亮也答应每天把阿远的情况都汇报给谢之遥。红豆听后恍然大悟，难怪他这个哥哥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弟弟出事。你看看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我阿奶管。我阿奶今天要是20岁啊，还可以拿女子散打冠军了。谢之遥开车带着红豆和阿奶回家，红豆用手机拍摄路上的景色给家人分享。谢之遥趁机介绍起自己：我叫谢之遥，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高大威武，人称村草。这个好喝吗？不好喝给你换，西瓜汁、柠檬汁、苹果汁。不用了啊。明天晚上我们开个烧烤趴吧，你都来这么多天了，没跟大家聚一下。你们家要是不喜欢上我，娜娜邀请红豆来小馆帮忙，2人聊天中，一桌客人忘记结账离开了。娜娜有些无奈，因为这种事情每个月都会发生，这一下子激起了红豆的职业热情，拿起账单就往村口跑去。是红豆姐姐，她跑这么快，她干什么去啊？不知道，追！4个小可爱看到红豆跑得那么快，于是就跟着一起跑，最终成功追到了那桌客人。看着随后赶来的小朋友们，红豆也是愣了好久。此时谢之遥送阿奶出摊，正好看到了这一幕，阿奶赶紧给跑出汗的红豆扇扇子，谢之遥给孩子们1人买了1根雪糕，才把他们打发走。可以啊你啊，四面八方都是路，还真让你给抓着了。看他们呢手上拿了好多东西，多半呢是要在镇口打车走的。这是我10年服务行业的经验，小馆啊，最多也就是客人忘记买单。我们酒店行业啊，遇到的麻烦事更多。谢之遥越听越开心，接过阿奶的扇子，开始给红豆献殷勤，还打算开个烧烤 party 迎接一下红豆。阿奶，你们家要是不喜欢上我，小夏带着上海的特产回来，他说以后要好好的跟着师傅学木雕。阿元也要从镇上回来了，阿奶正在准备着丰盛的午餐。谢之遥打趣，他就是偏心阿元。他多大？你多大？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你也没宠着我啊！你每天不都是那满村追着我打吗？我一打你就跑，能打你几下？反正你就是偏心你的小孙子。阿远刚进屋就给了阿奶一个拥抱，还用自己打工赚的钱给阿奶和哥哥买了礼物。我也有啊，那个好的我看了太贵了，等以后我有钱了一定给你买好的。我给你买礼物，你也不感谢我。谢谢你，哥哥很喜欢，乖。行。谢之遥带着阿远来到有风小院，此时餐点已经准备好，一群人坐在一起围着炉子烤肉。聊天中，大家讲起了自己过往的糗事，鼓励阿远勇敢向前看。这个人生之中啊，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糗事，那就太开心了。皎洁的月光下，大家坐在院子里畅所欲言，就连红豆都参与其中，听着大家都那么开心地讲着原来的糗事，阿远的心境也慢慢地发生变化。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较真，有时候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，在别人眼里也没那么重要。等众人讲述完各自的糗事，小春又提及读大学时的经历。当时他家里没钱供他读大学，自己之所以能够顺利的上大学，全是靠着谢之遥的资助。当时他也才刚刚大学毕业，
但是他还是坚持的帮助小春，所以当谢之遥回村创业的时候，小春是毅然决然的回来帮他。换一个话题，换一个话题。谢总这个人啊，你要是当面骂他皮糙肉厚，一点事都没有；但是你要是当面夸他，那你还不如骂他呢。红豆还在纠结阿远的秘密是怎么传出去的，谢之遥贴耳告诉了他，只是两人亲密的距离在小春等人看来，竟然有了另一层意思。他也说不去上学，原来是他拉裤子了。嘘，快走。我觉得其实咱们俩也挺投缘的。这段时间的接触吧，我觉得你人特别善良，最主要是我阿奶也特别喜欢你。咱们俩认识不久，我不了解你啊，你也不了解我。我对感情也很认真，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网恋和异地恋。红豆收到谢之遥的消息，邀请他到家里吃饭。原本他是礼貌敷衍，没想到谢之遥兴趣盎然，一大早就朝他的窗户扔小石头喊他起床。好，去镇上赶早集。精气神十足的谢之遥背着个背篓，带着红豆去赶早集。红豆戴个墨镜遮住了自己惺忪的睡眼，懒洋洋的跟在他后边就这么逛着。两人到了一个吃早饭的摊上，这家店的鲜肉小锅米线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，你想8点半之后来吃，根本吃不上。红豆本以为它是信口胡诌，就挑了一根米线浅尝一下，然后就被这个味道给折服了，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。谢之遥看着红豆，心虚的眨了几下眼睛，然后慢慢开始表达自己对他的看法。我觉得其实咱们俩也挺投缘的。这段时间的接触吧，我觉得你人特别善良，最主要是我阿奶也特别喜欢你。红豆听着听着觉得味道有些不对，以为他要表白，就婉拒了他。谢之遥一脸的不明所以然，这才有了刚开始那一幕。回来的路上，谢之遥说自己真不是想表白，只是想请红豆来帮忙管理小馆。我保证你接下来的时间啊，吃好玩好。这个做义工怎么吃好玩好啊？玩是玩，工作是工作，我干。你考虑一下嘛，啊，不耽误你太多时间的。条件你提。虽说谢之遥劝说失败了，但阿奶开始发挥作用，在红豆面前各种倾诉她的难处，最后把责任全推在了自己身上，捶胸顿足地说谢之遥之所以从北京回来，都是因为要照顾自己。不得不说，阿奶这感情牌真的打得很到位。这边正说着，黄星星突然过来找谢之遥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做完饭一起吃啊。哎，不用，我就来找你说点事儿。你先招待客人。不是客人，都自己人。红豆，那帮我端菜。几人坐在饭桌前聊着村子未来的规划。星星大学毕业就来到村里，他的父母也都在各自喜欢的领域奋斗着。他的梦想就是和谢之遥把云苗村建设成文化艺术村。你创业不用赚钱吗？不冲突啊，发展好了可以给村子里的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，共同致富嘛。以后啊，从社会中赚钱，再回馈社会，良性循环嘛。红豆被星星的想法所吸引，当晚和大麦、娜娜聊到各自的理想。大麦希望成为一名有价值的作家，娜娜更喜欢现在的生活。至于红豆，则是有些茫然。回想起大家说过的话，红豆开始认真考虑起自己的理想，似乎对谢之遥的提议产生了兴趣。他决定加入小馆，做些事情改善现状。谢之遥收到红豆的消息后，一大早就来到小院接红豆。看着穿着正式的红豆，谢之遥也是眼前一亮。两人来到有风小馆，大家对红豆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，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，然后按部就班的开始一个一个找员工谈话。他指出自己这几天来到小馆的体验和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但很快红豆就体会到了这工作的难干。阿奶们听着听着就聊起了天，甚至直接当起媒婆，撮合起了自己和谢之遥。阿瑶也该成个家了，天天村里的逛，也不生个小娃娃，不像话。不说这个啊，哎，不说这个说什么？你们俩都多大年纪了？快点结婚，要赶紧生孩子。再不生啊，人家冠军大阿爷的时候，你们的孩子还没上小学呢。徐红豆，我都快爱上你了呀！有病啊你！虽然红豆知道谢之遥在开玩笑，但他的感情确实不假，就连小春都能看出来，提醒他千万不要爱上红豆，毕竟人家只是过来旅游，早晚都会离开。虽然谢之遥嘴上不承认，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红豆，就没离开过。谢之遥带着红豆来马场看即将出生的小马，红豆认真的录着视频，也见证了一个生命的诞生。他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谢之遥打趣说，像红豆这种大城市的孩子，什么都没见过，所到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鲜。我还亲自孵过小鸡，这个怎么亲自孵啊？就放在贴身的口袋里，除了吃饭，其他时间都握着。我姥姥说人孵不出小鸡，我姐说可以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孵出来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读书少，你不要骗我。原来当时红豆年纪小，以为只要捧着鸡蛋就能孵出小鸡。姐姐担心她把鸡蛋弄碎，故意将生鸡蛋换成熟鸡蛋，又把生鸡蛋送回窝里。就这样，红豆以为是自己的毅力孵出了小鸡，还高兴地跟姐姐和姥姥炫耀。
直到后来他考大学，才终于知道真相。你姐啊，还挺能藏事儿。我成长道上的每一步，都是我姐给我挖了坑。阿贵婶看到马秋山整天在院子里闭目养神，除了打坐无所事事，实在是有些不能理解。在她看来，到了马秋山这个年纪，就应该多考虑家人的感受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要承担。人这一辈子光着屁股哭着来，两手空空哭着走，很辛苦的。除了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钱，吃喝拉撒睡什么不要，你还坐得住吗？大麦听到阿贵婶的话，便想着努力写文改变自己的现状，奈何脑海里没有灵感，读者的评论以及收入让他毫无动力。马秋山则是讲述自己的创业经历，从身价千万赚得盆满钵满，到最后一无所有。他想通过打坐让自己静下来，但内心终究还是不甘心。木雕坊今日很是热闹，门口放着鞭炮。谢师傅终于想明白了，要把自己的手艺给展现出去，一切听着谢之遥的安排。他建议小夏接着拍视频直播。谢师傅从未接触过这些东西，难免有些不适应。他为你和大伯啊专门设计了一个师徒主题的短视频，就是你拍你师傅啊。别，我不拍，拍什么呀？别拍，你给我滚了！听你的，你滚了！哎，你看这孩子，一沾拍着玩他就来劲。你说你把这劲儿你使在干活上，你还不今天这程度吗？啊！师傅，我爱你。红豆将整理好的员工手册发给了小馆的员工们，还耐心地给阿奶们讲这些规定的要求。红豆说，只要每个月请事假不超过3次，便可以多得200元的奖金。阿奶们虽然看不懂里面的内容，可他们听说能够多得200块钱，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。许红豆，我都快爱上你了。有病啊你！不勤快呀，怎么了这是？你太亮了，对眼睛不好。不做点事儿，人老得快。你这样会瞎的。我是说，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。被窝里看手机会不会瞎？这么强的光看电脑会不会瞎？我看呀，你们这些孩子才瞎得快。谢之遥带着红豆定制衣服，回去的路上讲述起刺绣老师谢怀兰以及他年轻邂逅法国人，两人相知相爱但最后无疾而终的故事。而怀兰老师也终生未嫁，每天过着刺绣养花的生活。谢之遥看到红豆手里的雪糕化了，毫不顾忌地用自己的衣服给她擦手。他对红豆的那点小心思，连阿奶都看穿了。你对这个许红豆那不一般，你还请人家吃米线？那是我找人家做义工的条件，管饭。管饭？那他干嘛不直接给你报销伙食费啊？我又不缺饭钱。那他为什么要单独带着你去看生小马驹？生小马，我总得带人家看看城里没有的东西吧？那你看人家眼睛都笑眯着。他见谁不笑？他见了你以后笑得格外开心。这边小春也在八卦两人的关系。红豆倒不觉得他对自己有特殊的感情在，阿奶自是了解孙子的真实想法，想帮着他追红豆。阿奶帮你。哎，你别乱搞啊，搞得人家不敢来家里了。哎，你别搞事儿啊！谢之遥打算在鱼苗村拍摄一个宣传视频，用一个客人的视角来给人们介绍旅游路线，帮助大家了解村子里的风土人情。宣传短片就以来有风的地方为主题。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啊？阐述一下。谢之遥介绍自己起名的初衷，就是希望每一个来到这地方的人都能寻找到幸福、快乐乃至重新出发的理由。谢之遥想法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。探讨完毕，谢之遥去给阿奶和红豆做饭。阿奶看见他头发一直散落，就贴心地把他的长发绑了起来，这让红豆再次感受到了姥姥的温暖。红豆想让阿奶休息眼睛，就跟他聊起了天。年轻的时候倒是爱唱歌，阿瑶她也唱歌好听。我们在田里干活，要是累了，她就唱歌给我听。阿瑶本来还有一个大伯，到了5、6岁，一跑步就喘不上气，到医院一查呀，心脏上有窟窿，天天的，医院看不了。听着阿奶这不开心的回忆，红豆拿出自己的玩具陪他一起玩。由于阿奶是初次玩这个游戏，总是输，不服输的他拉着红豆一次一次的尝试，却又一次一次的失败。你出老千了，阿奶，这个是技术问题哦，这又不是玩牌，怎么出老千？奶怎么看着不太高兴啊？他出老千了。阿奶，这个不能出老千的。红豆建议阿奶跟谢之遥玩一局，没想到他每次都能赢过谢之遥，而且赢了之后还特别开心。你们俩是不是出老千了？这可是技术问题，又不是摸牌，怎么能出老千？当晚红豆和家人聊天，说起自己在鱼苗村当义工的事情。姐姐觉得她就是被谢之遥洗脑的大怨种，好容易休息几个月，却又跑去给别人打工。但是许妈妈支持她的选择，认为年轻人就应该多尝试。红豆去马场看小马，谢之遥问她心里的事有没有放下。红豆说本来是想要放下的，但是现却不想放过。我们心里珍视的东西都是有重量的，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，好好生活。在这山清水秀、满眼大自然风光的地方，人们总是会对人生做出不一样的看法。
有时候人就是需要放空自己的心灵，给自己重新出发的勇气。你这么爱他？你说什么？我这点眼力劲还没有吗？不就是失恋了吗？你说你这么一板渣大美女啊，这干活呢也挺干净利索，怎么在感情的事情上这么黏黏糊糊的？你说的都对，他就是我今生挚爱。你跟我结婚行不行？当然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上初中的时候你才这么点大，我还抱过你呢。后来我去工作，每年过年回来还给你发压岁钱，你记不记得？有些男人不就喜欢小一点的吗？电视上有些男明星都比老婆大一轮呢，你说是不是？欣欣，是。因为谢之遥经常约红豆出去，两人单独在一起的画面引起村里娘娘们的议论。从一开始的正常交往，到后来传成红豆是他的前女友，之所以千里来大理，就是为了挽回恋情，继而传出两人定亲准备结婚。娜娜也跟红豆聊着她听到的八卦。已经是谢总过门的痴情未婚妻，我们俩现在要是不结婚的话，这件事情真的很难收场。这边小夏听到村里的风言风语，亲自雕了一尊送子观音送给红豆，谁知他竟欣然收下，并没有解释自己和谢之遥的关系。红豆回到小院，发现门口围了一群村民，询问才知他们都是跑来围观谢之遥的新娘的，却误把院子里的大麦当成自己。谢之遥也是深感无奈，感觉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大麦却认为谣言未必不可成真。你们俩具备结婚的硬性条件啊？什么条件？未婚。哦，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，真够硬的啊！言情小说里有一个类型叫先婚后爱，很甜的。谢之遥无奈叹气。红豆说等自己走了，流言就没了。娜娜在现场创造了一个新闻：你要是走了，那村里面马上又得传谢总的女朋友因为无法忍受乡村生活，再次抛弃谢总离开。哎，许红豆，太坏了！我这以后怎么找对象？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你被抛弃了就嫌弃你，我只得托付终身。有道理，是吧？随着两人的绯闻满村飞，一直喜欢谢之遥的小晴吃醋了。他直截了当地问起了两人的事。谢之遥看着凑近的小晴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，但还是很干脆地拒绝了他。阿瑶哥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去学刺绣的话，你考虑我吗？不考虑。行，那我也不考虑你了。有人追我呢。还有，请叫我 Candy。红豆去马场看了小马驹，晚上两人正在家里做饭，马爷过来问他投资的事。谢之遥说已经联系了前同事，为他的创业项目提供种子资金。马爷听后高兴极了。你说，老谢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从今往后，咱俩就是亲兄弟。大可不必啊，钱也不多，当个表兄弟就可以了。不，必须亲的，咱跑一个，好兄弟，好兄弟。红豆听到他要创业的消息也是吃了一惊，原来谢之遥在上海工作时就已经结识事业有成的马爷，这些年来他在创业的路上是顺风顺水，而他也善于发现商机，顺应时势，生意做大后开始疯狂投资，没想到一次失利将他打回原形。这事业遭受打击啊，人性情大变，从追求成功到追求成仙。这时小晴的阿爸过来了，他想让谢之遥劝小晴去学刺绣，还顺便给他想了个好办法。你说，等你学好了，我就上门提亲。谢之遥正一脸尴尬的不知道该如何拒绝。红红端着黄焖鸡找了过来，谢之遥借机把小晴的阿爸送走。红豆这才发现谢之遥一天好忙。阿奶说村里人都觉得他学历高，懂得也多，所以村里人遇事都愿意来找他商量。这边小春也遇上了糟心事，拉着娜娜就是一顿吐槽，一堆乱七八糟亲戚家的事，你们特别不让人省心的亲戚，总给我们家打电话，连他相亲的事还得让我阿妈去劝，那说明你们关系好嘛？谁要跟他关系好？走，